DIY在雲林土庫。是的，你有沒有聞到土庫裡面真的有一股泥土的香氣？哎，被你這麼一說，好像真的有哎。土庫這個地方呢，雖然聽起來名字裡面有土，好像蠻土的，但是它是一個很重要、很富饒的糧食集散地。在清朝的時候啊，這邊就是因為南來北往，有很多的糧食聚集此處，所以就有很多土造的倉庫，才叫做土庫。哦，所以你說這邊很多土造的倉庫，可是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很時尚、很高級耶。看起來倉庫整個也都變得時尚了起來，要大進化了。對，你觀察得很入微，因為現在土庫啊有很多的青年或者是有創意的壯年回鄉，他們為土庫注入了非常多不同的想法以及創意巧思，所以現在的土庫一點都不土，反而很酷哦。哦，所以你的意思說，我们要找一些土庫的少年郎來帶我們去一些新玩法、很酷的玩法。沒錯，土庫就是這麼酷。把這些花生飽滿的放在那個我們的採收袋裡面，也很療癒。我覺得這個活動很舒壓，很舒壓，對。好，是哪裡來？把那個凹陷處，你就想說你在臥推有沒有？臥推。為什麼？等一下，為什麼這麼簡單的 DIY， 剛剛才講完說這是最悠閒的 DIY， 翻車小王子還是能翻車啊？然後你要放在中間哦，我要放到中間，把它搓圓圓，搓圓一點，算還行。還這樣你講不出好話，滿分10分，這樣有幾分？怎麼了？你講不出好話嗎？4分。雲林不愧是農業大縣，你看我們走在土庫的田園、鄉間小路，滿滿放眼望去都是豐收的感覺。真的，一眼望去全部都是農作物，種得很好哎。不過這些農作物你認識嗎？我鄉下小孩。鄉下小孩，這個你看得出來它是什麼？這個蔥啊，這宜蘭很多啊。哦，那我旁邊的這個呢？你真的低估宜蘭小孩，這是玉米，這麼好認。哎，你不錯，很多台北怂只認識他們在餐盤上的樣子。哦，那確實。你都認得出來，我要給你一個新的封號——田園小王子。這麼容易就得到了，是不是？哎，那不行，不能太容易。再考一個，這個你認識嗎？拜託，你也太看不起鄉下小孩了吧？這就花生啊！你是我問過所有人當中可以一眼認出花生的人哎，是不是？不愧是我搭檔。那你有種過花生、採收過花生嗎？拜託，當然沒有啊。哦，從一而終啊。對。從擔任中破塞的後代以來，你就是只知道吃的部分而已。我通常只參與那種試吃的環節，其他我不會參與。勞動的部分你不參與？對，能跳過就跳過。你沒有採收過花生？沒有。你沒有種過花生？沒有。凱哥在那裡，凱哥，他沒有採過花生。哦，溫迪師達，別過講話啊啦，緊落去鬥三工啦。拔起來嗎，凱哥？你得要扭到接近地面這個頭的部分哦，手握緊，連根拔起。對，就直接用力拔上來，然後泥土甩一甩，就可以看到漂亮的花生了。哦，真的耶，好多哦。薇姐，所以你也沒採過花生？哎，我也沒採過。剛好講了你採過一樣。被你發現了，幹嘛說破？看破不說破。哎，但是凱哥，豐收的喜悅哈。土庫的花生特別有名，主要應該是跟這裡的自然環境有很大的關係吧？哦，當然啦，因為哈，咱土庫這土壤哈，咱來看哈，這是沙質壤土啦。沙質壤土非常適合這個花生的這個生長。除了這個基本條件以外哈，咱這日照哈，幾乎是全省哈上長的，所以它有充足的日照哈，咱這當哈，咱的土豆哈生啊水個大粒。日照如果不夠的話，是不是花生的飽滿度就會有差？嘿，飽滿度會較壞，然後油脂也會比較少。油脂，對。而且我們知道花生好像除了好吃之外，它營養價值是不是也非常高？以花生哈含有很豐富的油脂，然後多種的維生素，還有不飽和脂肪酸的物件然後還有迄個具有抗氧化性的迄個白藜蘆醇，像咱這個土豆這個品種就不同款。咱今天要看的玫瑰紅。怎麼會紅成這樣？跟它逆鬼、古貴呢？這是新品種的玫瑰紅。玫瑰紅。他這要插過看它價嘛？
嘿，插粿哈，伊的油脂较少，所以很適合這樣就烘焙來使用，而且香氣還很具足。不同的品種、不同的油脂，它可以做不一樣的食用價值。对。所以这個是要炒過才可以吃的，它可以現吃嗎？現吃，現吃，很鮮甜。我們也可以先嘗一個試看看。我第一次聽到花生可以生吃的。嗯。是有淡淡的甜味，口感很清脆。对。那加莱亚哎，也有像，对，也有像青梨的。青梨啦。对，哇！所以我們現在採起來的不確定會是什麼品種，但是沒關係，我們就把它都收集到一起就對了。我覺得每一個步驟都很療癒，拔起來的那一刻也很療癒，就是很像拔蘿蔔的感覺。對，然後從腿拔起來的時候，那感覺超爽的。對，然後轉下來這些花生的時候也很療癒，把這些花生飽滿的放在那個我們的採收袋裡面也很療癒。我覺得這個活動很舒壓，很舒壓。對，所以阿輝，那這樣子這麼舒壓的活動，一般民眾也可以來幫忙或是體驗農事嗎？我們每年都會舉辦那個採花生活動，讓一些民眾來體驗這樣子。就是在我們崙內社區。對，崙內社區對。那阿輝，你種那個花生種多久？我算是剛回鄉回來當青農種植半年多。啊，你本來是哪一個？從事什麼行業？服務業，餐飲。餐飲。你為什麼會想要回來？你想要換個跑道，因為時間也比較不會那麼緊迫，這樣子比較自由啊。對。Wendy、思達，採完花生，我帶你們去製作花生醬。哦，好啊。好哎。有沒有？哦。有沒有看到啊？哦，有。絲滑。哦，那個 wave 的感覺。對，學到了嗎？哇！算了，拌勻之後就可以了。對，拌勻之後我們就是經過這台機器攪拌到平直。好，對，好，有機器幫忙。有機器穩了，這次穩了。你不會翻車。對。如果真的在翻車，就是這台機器有問題。你怎麼那麼了解它？好香哦。對啊。很濃郁的花生香味就這樣漫出來了。對。我要多塗一點花生醬，因為在產地我們就是可以吃得很奢侈啊，對不對？沒錯，對，而且吃花生醬對運動員來說也是非常棒的能量來源。沒錯，優良蛋白質。好滑順，滑順濃郁，它的濃郁度跟它的油脂，那個油脂吃起來好爽口哦。但是它的甜度我覺得非常的剛好然後你一咬下去是濃濃的花生香漫出來，越嚼越香。而且輝哥，你們這裡很厲害耶，你們幾乎所有料理都可以跟花生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當然，花生燉豬腳這個是我們經典的料理。很少吃到花生滷豬腳，那個花生是脆脆，滋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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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下去滷通常它都會滷軟掉。可是這邊花生脆度很好，它這口感完全補足了，那個豬腳是軟嫩的，它是多一個層次的口感，讓吃下去花生脆脆的口感。它是脆脆的，真的。這個是菜頭粿，它變成花生粿。不是啊，這是我們最特別的豬腦花生。豬腦花生，豬腦花生是什麼意思？對啊，是由我們豆腐跟花生下去結合的，因為有點花生豆腐的感覺，豆腐腦那種，俗稱對，豆腐腦的感覺，但是裡面有很大比例是花生，它沒有豆腐那麼軟，哇，好香，好綿密哦，好綿哦，超級濃郁，我覺得有點像在吃比較綿的豆花的感覺，那你們搭配甜湯應該也蠻適合。對，應該吃甜吃鹹都很好吃，都可以。在產地吃就是什麼都好吃。後來是在看這個花生排骨湯，
它的那個湯頭是很清雅的排骨，裡面有帶有花生的香氣。然後那花生一樣是脆的，不是爛的，可它肉是燉得非常的爛。对，兩個切來哇，很有層次的口感呢。這邊很厲害，是說你們花生入菜啊，都是粒粒分明，都煮得剛剛好，一粒一粒咬下去，它其實是鬆軟，但是呢又有一種回彈的口感，每一顆都是這樣子，沒有說啊整個 noaki 的，完全沒有。對啊，很神奇哎，很好吃。岛威哥，你们這邊的花生真的很好吃哎！我等下這樣買一堆回去當伴手禮，我家人也超喜歡。你們來爐內就是要帶我們這裡的伴手禮花生糖回去，因為我們這裡的每家做的花生糖都各有不一樣。哦，花生糖很適合帶回去跟鄉親分享。好啊，等一下我們去買。哦，要去買，要。Hello， 你好，思遠呢？思遠花生糖，我是思遠。阿輝介紹我們過來找你買伴手禮。對，太好了。我們這邊呢，每個地方種的花生啊，跟我們做成的花生糖都不太一樣。你是說每一家都有專屬自己的口味？我們都有自己的比例在做花生糖。然後我們自己的比例呢，我們家的特色是我們的糖呢用的比較少一點。那比較少一點的話，吃起來會比較脆一點，也會比較健康一點。所以這可能就是他們受歡迎的原因。而且不止比例不一樣，他們連口味都很不一樣，好多種口味哦。我身後一面墙都是我们的商品，全部都是不同的口味耶。這感覺我每個口味都要買一點帶回去當伴手禮。選擇障礙，不知道該怎麼挑。小孩做選擇，全部都要。不過應該是現做的最好吃。我帶你們去做。哦，難怪有一股香氣。花生的香味。那我們做了，你買10要送2哦。好。好，倒下來的時候啊，我們旁邊的工作人員呢，他會把我桌上的東西先整理好，就會把道具放好，放好之後呢，他會等我。我們兩個感覺很無用哎，這不是已經整理好？我錄那麼多集，第一次那麼閒的 DIY。好，那我們一個人自證一個刮板，然後呢，我們把刮板把4個角落平均把它鋪平。哦，好，3個一起來比較快。我們要快點搶時間，快點搶時間。對，快點搶時間才有辦法把這一個花生糖做得好，做得完美。到這個程度差不多了。那我要介紹一下，這個呢已經跟了我們這家店呢大概有10幾年的歷史了。從創辦開始，對，趕時間你可以一邊趕時間你可以先一邊做一邊講嗎？我現在一直做的是壓模，把花生糖呢壓在這個模子裡面，讓它形成的是一個大的正方形。好療癒哦，這感覺需要一點手勁。對，要不要來試看看？好，好，是拿你來。好，把那個凹陷處。你就想說你在臥推有沒有？臥推。臥推有沒有？臥推。為什麼？等一下。為什麼這麼簡單的 DIY，剛剛才講完說這是最悠閒的 DIY，翻車小王子還是能翻車啊？經過2位主持人的那個細心呢，把它壓得非常平了。我們到這個程度就可以了，是差不多。這樣凹一點沒關係嗎？沒關係。不行哎，我強迫症。因為我們有錄屏專案，來，從這邊滾過來，趕一點。對啊，從這邊趕一點過來。你看它平了，它平。因為我們這個，我們要搶時間。搶時間，好。我先把它放到旁邊去。好，那我們先來動土典禮。前面一條橫的切。先切一條，橫的我切，直的思達切，十字也給你切，十字也給我切，切一個十字，切得蠻直的，其實非常的直。強迫症患者不是浪得虛名。好 ，perfect 完美。好，還有換。好，我要把它平分成8塊。你這個先發投手投得很好，可是我中繼上來就毀了。不會，等一下我們還有救援投手。你再給你一個機會了。等一下呢，到這邊之後呢，我需要你這樣子，把刀子呢稍微把它弄起來下號，然後翻到手上，然後就要快速的到這邊來，我才有辦法切。好，給你試一次哦。看起來蠻簡單的。
從下面翻刀工的部分，你不是会切生魚片嗎？然後放在上面，对，放在上面。接着呢？非常好，非常好。好，再来呢，我们就要用我们的大的刀。大的这个啊？对，我们要把它切成3条路。这个交给我，好来。 OK。3個長方形。有呢。有。我这交通部長不是當假的，非常的直，超級直。好，再來呢？我強哦，必須得一個特寫，必須得，值得給你一個特寫，必須得，切得非常漂亮。好，再來呢？是哪裡來？那個，那我這麼窄要3條嗎？3條路。這個盡量把它用的3條，我們等一下就會切一個比較長的，一個比較短的。有，蠻直的，可以。有啦，OK 啦，有啦，可以吃。可以吃什麼意思 ？OK， 好，那我們等一下把它拌成橫的，可以再小塊一點，對，再小塊一點。你切的比我阿嬤椎間盤還歪啊！我有盡量把它切小塊。哦，你剛好是1口的大小這樣。對，1口酥。那個。沒有問題，不要擔心。你的拿刀方式蠻值得擔心的，讓我看着有點心驚。對啊，你要那個貓手，你知道嗎？最後一刀 ，OK， 非常好。哎呦呀，好，那我稍微老師上線一下，要來點評一下我們的花生糖的部分吧。我覺得很不錯啊，對啊。對，我覺得呢，我會客人會比較喜歡的是像文迪這一種的。這一種呢會比較好吃一點，那我們看的會比較賞心悅目一點。那這個呢比較大塊一點，那可能呢我是一個比較喜歡吃花生糖的人，他就會喜歡吃這麼大塊的。對，我很喜歡吃花生糖，都做得非常好。它這個是體育系學生的吃法啦。對，這邊好賣的，好賣的。那我這個的話是那個就是大家閨秀，因為大家閨秀你不能太寬，你太寬它嘴巴要這樣這樣子。那這個的話是大家閨秀只要小小的，慢慢吃，小口小口吃。不很好吃哦，非常好。我覺得這個甜度，真的非常棒。而且你現在吃啊，其實剛才收音應該都收得到，它吃起來是脆脆的。那我們在嚼在嘴巴裡面，其實它的香味會肆意在你的口腔裡面。那其實這個花生，我們用台語說的“擼夾擼刷脆”，對，這個。它是我吃過所有的花生糖裡面，我覺得甜度我最喜歡的。它是甜度很清爽，對，真的不會太膩。因為現在台灣人對甜品的最高稱讚就是哦，這不會很甜。它是可以讓你一直吃，我覺得這個吃很多塊都沒有問題的。對，好好吃哦。危險，隨便就吃一包。然後就可以裝袋了，對不對？對，就可以放到旁邊。我手上這個是梅子口味的，好獵奇哦，真想都沒想過會有梅子口味。梅子跟花生一般很少會搭在一起，是蠻少。可是我們吃起來就是像我們剛才所說的初戀的感覺，酸甜酸甜的，好爽口哦，非常的清爽。梅子很不錯，而且少女都很喜歡吃。哦，對，難怪我喜歡吃。這是少女心，合理。你少敷衍我，你手上這盤是什麼？這是豌豆哎，好可愛哦。對啊，怎麼會想到把豌豆跟花生糖放在一起？因為它長得蠻像的，而且豌豆它一顆一顆，在北部人呢，他們比較喜歡吃這個，而且他們那邊比較少這種豌豆口味的花生糖。哦，它多了那個豌豆的豆香味。兩個雖然都是豆類、穀類，可是脆度也不太一樣。對，花生比較鬆，這個口感很好。對，而且重點是他們家的花生糖完全不粘牙，真的不粘牙。這很刷嘴，就一個接一個。而且你看我們這樣一個接一個的吃，也沒有配茶或是咖啡什麼的，對，也不膩，完全不膩。而且這麼多的口味，這樣子我們做完之後更不知道要挑什麼口味啦，選擇障礙又更加深了一層。所以等一下呢，我們可以把它全部帶回去吃，只好買10送2了。對，我覺得應該要買10送5，因為我們剛剛做那麼多，上原購了。原購，對，我們有入員工的名冊當中。有，我已經包好在後面了。太好啦！是啊，我看到了1931年的製麵簿，哎，是日本時期哦。
你看看這個面，也太繽紛了吧！不愧是糧食倉庫這邊。怎麼會是這樣的顏色？對啊。我們來找老製麵廠，沒想到可以看到這麼亮眼的顏色。你好，嗨，哎，你怎麼在忙進忙出的曬麵？對，這個曬麵是現在一般很少看到的手法，因為大家都用乾燥的方式，所以你還直接這樣子用日光曬。對，因為那個沒有前烘乾，沒有。不是啊，可是我覺得你用太陽曬可能有點太強，你看你都曬到褪色了。它沒有褪色啊。啊？這是不一樣的東西，不一樣的東西。對，什麼意思？這是不同口味。火龍果、南瓜、番茄。哦，所以你的不同顏色的面條都是不同的云林食材，用我們云林在地的蔬菜水果，然後連同果肉纖維下去做的，所以你可以看它的果皮都在上面，你可以給它5公分的距離，可以聞到番茄味。有哎，還有面香。南瓜味。南瓜有南瓜味吗？有哎，南瓜香。哇，这個眼睛看了都覺得好興奮哦，還不用吃就覺得眼睛看了心情很好。可是這一定不是從你們1931年開始，不是日本時期的時候就做這麼新鮮的東西。對，不是，是從我們回來之後。你回來之後，你是第幾代？我第5代。但是這是我們自己算錯，就我們如果按照實際上的族譜的話，我們其實已經是第6代了。然後那時候是因為我外公的口誤，他很興奮想跟我分享，我們家是從昭和6年開始，昭和6年就是1931，然後那時候就覺得哇，也蠻久的哎。對呀，對，已經是日本時期的。對，因為昭和，聽到昭和就覺得完全不疑有他。對，後來呢？後來就是要經過那個經濟部商業署的認證，所以他就跟我們說，哎，那你去調族譜，然後就發現，哎，上面寫明治9年，又再往前2個世代，對，所以其實你們不只是1931年開始的，還要再往前算，對啊，那招牌怎麼不改啊？沒有錢改，那也沒有錢，那也沒有錢，制麵這樣子誰敢來制麵？因為這是一個制麵都很辛苦的工作啊。可是60年很可惜哎，還是我知道，你就上面寫1931，下面減60，減60，加60，數學不好哎。阿公他是記憶不好，我是數學不好，然后減60，就是我這樣加減，我就是新開的店。哦，太辛苦了，所以沒關係，就是用口述的方式讓大家知道，而且重點是你們一直真材實料的做，讓大家知道，這才是最重要。因為我覺得年份不重要，要有人傳承下去比較重要。真的耶！那你自己是為了這份使命感，所以回到云林土庫來接家業嗎？對，就覺得不能放棄。他們說做到我媽媽那一代就要關門了。我們家那時候最傳統的就是雞蛋麵。然後還有白色的麵，因為我在做廟裡的壽麵，很傳統的。你們現在在做的就是我們制麵的第1道工序。揉麵團，對，所以麵粉跟食材做一個結合。對，揉麵團就是要3光，就是手光、盆光、面光。哦，我們只有2，我們是2光。你看起來就是有經驗。我覺得老師你真的很會看人，他看起來就是手忙腳亂。我是覺得我的很好吃的感覺，很 Q 哎。哎，你意外的？什麼意外？放尊重一點，老師。等一下，你可以靠實力說話。他好了，你莫名其妙的就好了，怎麼會這樣？對，你自己也不知道。我以往制麵天分。就是你们等下就这樣拿起，從中間這樣拿起來，然後我們有手掌，你讓它的尾巴的時候，大概是這個手掌的那個平行，然後放着跟自己的身體是平行的，然後就這樣把它
繞它的這個尾巴，對，然後捲進去，不要轉，不要扭，就這樣放進來，然後弄一下。你扭了，你扭了，你扭了，你看，我扭了，是不是？我就說先不要拿起来，按照小王子又再次的翻车了。就是轻轻的，然後順便就偷學一下，偷練一下。沒有，我就想說我要先看一次，我再下手，我謹慎。平行，然後放一圈，不要轉，不要轉，就這樣放進去就好，這樣子。好，你的尾巴要繞進去。哦，我這很嚴格哎。繞進去，你這邊就是手要稍微扶住，不要轉。对，但是你要放在中间。哦，我要放到中间，把它搓圆圆，搓圆一點，這樣算還行。還這樣，你講不出好話。滿分10分，這樣有幾分？怎麼了？你講不出好話嗎？4分，有4分。那他呢？我看一下，你可以用右手當支點，因為我這邊不整，然後這樣放着。為什麼被你用完之後會變好醜？哎，這樣可以吧？我這樣可以吧？我這個有沒有好很多？要往後一點。於是我覺得我這個好很多 ，better much better。把它這樣塑形一下，這樣就可以了。我這個是不是？我這個有幾分？這樣有9分。我這有9分，9分。這個，這樣有8分。哦，那也不差。对，哦，就是這樣的方式。所以這是一個看起來好像很簡單，其實就是有一點美角的，有 mega 的。對。終於可以品嘗了，我吃的就是火龍果麵。麵好 Q 哦，有日曬過真的不一樣，它整個 Q 還有很彈的那個感覺跟扎實的口感，就真的有感受到陽光跑遍了每一個跑道，就不是糊糊的，不是糊糊的，很堅韌，而且真的吃得到火龍果一粒一粒一粒的那個小口感。雖然火龍果本身的味道不會很濃重，再加上我這盤其實它搭配的是油蔥醬，鴨油蔥，對，鴨油蔥很香很好吃。雖然是吃到鴨油蔥的味道，火龍果本身沒有什麼味道，可是火龍果的顆粒在裡面那個口感真的非常的好，很好吃哎。對，然後我這個是它是麻醬的，我感受到為什麼要用日光曬了，就是它那個口感超 Q 的感覺，咬下去像是麵條在嘴巴跳舞的感覺，然後每個麻醬就是巴附在麵條上面，非常的搭，然後也不會搶過麵的麵香。可以試看看我這個，這是口湖的烏魚子醬。哦，你們用很多雲林的在地鄰近鄉鎮的食材，對，全部都是。像那個你剛剛那個鴨油也是用那個斗南的那個養鴨場的鴨油，這個好好吃，它有一點點小小的辣味，對，可是非常開胃，非常提味，真的吃得到一粒一粒一粒的烏魚子，可以，對，滿滿的烏魚子的香，然後但是它是不是那種完全不會腥，對，怕腥人不用怕，對。哇，這個來購買的時候會有選擇障礙，到底要選哪一種？所以來這裡的人每個人都是全部都打包回家，真必須買，回購率很高哦，好吃，那我跟你們說，你們吃完差不多的時候，待會可以去那邊的醫院。去醫院？對，醫院？對，去醫院。為什麼要去醫院？那裡有一間很厲害的醫院。哎，剛剛雨琦跟我們說的醫院好像就是這一間呢，是的。那無緣無故去叫我們來醫院，我知道了，一定是我們剛吃麵做得太好了，他想要把我們當員工，所以我們有員工健檢。有這種福利？對。但你有帶健保卡嗎？沒有，那你有帶嗎？我也沒帶。哎，不對啊，既然是福利的話，應該是不需要用到健保卡啊，那就是免費幫我們做健檢。對嘛？這裡有掛號，去問一下就知道了。哎，不好意思，哎。沒有人。Hello，現在這邊已經沒有在看病嘍。是，現在這邊是一個認識土庫人文風情的一個好地方。這裡你說這邊是認識土庫的地方，是，但這裡就是醫院，是認識身體的地方吧？是認識土庫的地方，就是說，這個醫院叫做萬德醫院嘛，它創立由陸萬德醫師創立於1914年，對，是
土庫100年前第一座西式的醫療院所。早期真的是醫院，對，早期真的是醫院，而且是第一座西式院所。那我們在2022年的時候收到文化部私有老宅建築的補助，那由20位熱血青少年一起做環境的打掃跟整理。然後呢，我們讓這個地方變成土庫目前唯一一座100年歷史建築對外開放的產物。哇，所以就把這個當年的第一間西式診所好好的保存了下來。對对对，既然是第一間，這一間對土庫當地的意義一定很重大吧？對，因為其實第一代創立者是駱萬德醫師嘛，那他的第二代駱雲崇醫師就延續了他們家族的理念，叫做賺情不賺錢。所以他們每一年呢，在年終歲末的時候，會舉行一個很有趣的儀式，叫做燒賬本。燒賬本，對，燒賬本就是把過去這1年來所有積欠的這個醫療費燒掉，因為他們認為說，既然在這個時候都還沒有辦法付這個醫療費，代表說這些人的生活真的是比較辛苦。那借由這個儀式，讓這些錢一筆勾銷。太佛心了，對，而且他們還會跟病人說，就是千萬不要因為欠錢不好意思再來，一定要就是把病看好。哇，所以這個真的是福澤遍布整個土庫哎，滿滿人情味。沒錯，的萬德醫院在我們土庫人心中就像是守護健康跟人情味的一道光。確實是。對對對，所以我們有延續這個意向，做了這個小夜燈，希望說讓來這邊的每一個人，他都打開這個燈的時候，會想到這個有愛的小鎮。哇，所以他們應該也影響了很多土庫人，覺得哇，當醫師是一個神聖的行業，我要朝2位駱醫師這樣子的精神邁進。沒錯。那現在你們既然把這個100年醫院重新做保存整理，格局上面我們看到的都還是跟100年前差不多類似的格局狀態嗎？是，我們保留它原本的建築的風貌。那像原本醫師的診間或者是手術室，甚至是藥局，我們都做了很好的保存。那只是說在使用上，我們就是除了它原本的意思以外，就是在做社區的像教育啊，或者是課程相關的應用。哦，所以掛號處確實也本來這個就是掛號處，對，本來就有這個小小的孔，對，掛號櫃檯，很可愛。然後掛號完之後就到旁邊候診室，等待醫生的那個叫號，對，然後這邊是診間，對，他們除了在診間看診之外，他們平常也會到有需要的病人家中，騎着腳踏車去看診，對，就像我們現在居家醫療的概念。很有心，对，所以我們除了看到格局之外，我看到你們裡面還有一些文物的保存，這些也都是駱醫師他們所使用過的文物嗎？是，哦，有很多他看診的時候使用的小器具，聽診器啊這些。但為什麼有這麼多小徽章啊？對，因為其實駱萬德醫師跟駱雲崇醫師他們都是非常注重教育的人。那他們就是有資助當地的少棒隊啊，然後參加教育的團體或者是救國團。那他們當時候就是流行做這樣子的徽章。他們做很多公益活動啦，对，沒錯。所以駱雲崇醫師他當年有得到這個好人好事代表，對，而且看得出來他的興趣很廣泛哎，他有資助少棒隊，還有社藝，對，然後登山，對，他很愛登山，開火車，對，很愛去阿里山，然後還有救國團的徽章。哦，這個是他的手稿嗎？對。因為醫生他是非常喜歡就是閱讀，然後他會把他的心得寫下來，然後他平常也很喜歡寫信給他的親朋好友，所以這邊也收藏了很多他當初跟他的親友就是書信往來的這些資料。駱雲崇醫師的字很漂亮，而且他精通日文。沒錯，因為他當初是在日本有留學的。对，這個手稿也很珍貴，也可以看得出很多他的思想。對，對不對？不只是文物的話，我們只看得到他的使用狀態。對。但是書信的話，就可以看到這麼一個又善良、對，醫術又高明、又多才多藝、又有社會關懷的這樣一個偉大的人格，他的思想是什麼？樓上有一幅我們的鎮館之寶，我帶你們上去看。這就是我們的鎮館之寶，土庫100年風華歷史都畫在這面牆上。然後是由我們偉大的畫家張征福老師，老師剛好今天有來。老師你好。老師好。我剛剛走上來有被這幅畫整個驚豔到哎，因為它非常非常的豐富，甚至瞬間讓我有一種清明上河圖的感覺。但
但是，我發現一件事情，子琳你說是镇館之寶，是。那镇馆之寶就是落成開幕的時候已經正式的登場了。是，对。喜安照老師，你手上還拿着畫筆在偷畫，還在趕工的感覺。是因為土庫其實非常多元，然後其實產業也非常的豐富。那其實，在將近用了半年的時間來創作，其實開始畫之後，我發現其實還有很多的東西跟產業想要畫上來，那時間還不夠完成。子琳，你們截稿日壓得太緊了。對藝術創作者來說，本來就沒有完成這件事情。那征服老師自己在這麼多的元素，而且你又一直不停的補新的元素，在下筆的那一刻，你要畫土庫的故事，你的第一個元素跟第一個完成的物件是什麼？來，大家看一下下面這邊有一個彈樂琴的，其實這是我從小在土庫的記憶，就是我們社區的吳憲山老師，然後那個吳天羅國寶級的，彈着樂琴，然後開始傳唱在地人們的生活的故事，就是透過這個樂琴。所以我畫的第一個就是從樂琴開始。好有老師藝術家的感覺。一般我們會覺得好像第一個下筆要先畫最大型的地標，對，或者是什麼最指標性的，對，農特產。對。但是老師他是從一個比較小的，屬於記憶當中跟故事有關的情節開始延伸，就是從這個樂琴傳唱開始，我們就有分過去土庫鎮民的生活，左邊吧，到上面都是，到上面虽然是洛醫師在行醫嗎？对。那再來現代時期的話，現代就像有現在的土庫鎮公所。右上方這邊的話，就是比較奇幻的想象，是嗎？其實它這個火車有17節，都是代表土庫17里。那我們早期有去採訪土庫17里的故事，那也跟政府老師一起溝通，然後把這些故事借由這個壁畫展現出來。對，那我們也期許這個壁畫可以成為外地的遊客來到我們土庫的第一站。那他可以先在這裡了解我們土庫豐富的人文跟歷史的這些背景，然後我們有一些好的景點，然後不管是手作啦還是好吃的東西，那我們可以幫他客製化屬於他自己專屬的土庫的遊程。除了這邊之外，還有一個地方可以看到我們征服老師的作品，我們一起去吧。這裡就是八角倉庫，然後這邊有非常多征服老師的作品。八角倉庫，1、2、3、4、5、6、7、8，哎，真的是八角形哎，是的。對啊，怎麼會有這種奇怪的建築物啊？是不是因為風水的關係？確實有很多人會以為跟八卦陣有一點點關係，但是因為其實這個八角倉庫它的功能是在儲存種子，像是花生啊、稻谷、大豆這些類型的種子，所以它主打的是一個通風跟恆溫的這種功能性。那圓柱體它是受熱最容易均勻的，那礙於早期的這個建築的工法，包括說你可能東西要往來的方便性，所以它就把它做成八角形，是最接近圓形又能夠符合當時工法的一個建築體。哦，四通八達，對，又好儲存又通風，而且因为土庫這裡有很多的農作物，所以種子種類應該非常多，非常非常多，才需要一個種子倉庫專門來儲放種子的。對，沒錯，因為像這樣子類型的種子倉庫，我們雲林縣就有4座，那其中這一座是目前唯一由土庫農會活化正在有在使用的這樣子的一個古建築物活化的一個地方。活化的關係，就是因為這邊有很多征服老師的作品，尤其是我們看到這一幅，應該算是整個八角倉庫裡面最大幅的作品吧，老師？是，沒錯。那這一幅作品主要那時候設計的概念就是早期牛是農夫的好朋友，這一隻牛上面就可以看到上面的圖騰，其實都是以種子的概念下去做設計的，像裡面可以看到像土庫我們這邊常種的就是玉米、花生、蒜頭、稻米，對，還有各式不一樣的那個種子。哇，我覺得這一幅
不但是把農會這個八角倉庫有種子的寓意，還有土庫這裡有非常多豐富農作物的這樣子的特色融合在裡面，它也有一種張燈結綵、喜洋洋的感覺。对啊，其實就是，而且它有很多寓意，像沒有蒲公英的元素，感就是開枝散葉的感覺。對，到處都是有種子，大豐收。對。哇，威寧姐，你剛帶我去萬德醫院，還有八角倉庫，那些老式建築，有夠有味道的。我就知道你一定會喜歡，所以我繼續帶你來這裡土庫老街。土庫老街啊，不但是早期非常繁榮的商圈，而且這裡現在也保留了很多的舊式建築。你看這些老屋，是不是有一種濃濃的懷舊風情？如果仔細尋找的話，就會發現很多建築十分具有古早味，也很懷舊。你看這一間鐘錶眼鏡，光看它的招牌，是不是就超有年代感的？对，還有歷史感哦。你好，歡迎進來喝杯咖啡。喝咖啡？對，我們是鐘錶店，也是咖啡店。哇，這真的是鐘錶行哎，掛滿滿滿的時鐘哎，而且這裡也真的是咖啡店哎，它真的在鐘咖啡，完美融入在鐘錶行裡面。等於一半鐘錶，一半咖啡廳。但是我們以招牌來判斷的話，最早應該是鐘錶行，沒錯。沒錯，一剛開始是阿公他帶着一張桌子租人家的騎樓在經營鐘錶，幫人家維修鐘錶。就早期人家說什麼鐘錶醫生啊，這樣子挑着擔在慢慢的修。因為以前的鐘是那種大型的座鐘，然後就是要請師傅到家裡面去做調整啊，或者是整修這樣子。從阿公那個時代到有這間店面，這樣子大概多久了呀？哇，到現在今年的話，應該有74年了。對。那70幾年的鐘錶老店，你突然把它改成咖啡廳，為什麼這樣想法？啊，長輩不會有意見哦？他們其實一剛開始會擔心，但是後來其實蠻支持的，因為鐘錶是一個夕陽產業，然後加入新的元素，其實也可以活化，讓它有不同的風貌樣貌。對。但是你自己本身是學咖啡或是餐飲的嗎？我本身是念生物科技。也落差很大哎，然後是因為在大學的時候有空閒時間去打工，然後有接觸到咖啡，就對咖啡還蠻熱愛的，對，所以就想說，哎，回來有一個店面可以跟鐘錶做一個結合，好像也可以試試看。我覺得這種心境融合很好哎，因為很多年輕人他可能想要開咖啡廳，就是把家裡原本的產業比較夕陽產業或是沒落，就是整個改掉，改成完全是咖啡廳。可是你們應該心裡還有一些捨不得，就是想要留住，所以乾脆把它完美結合。對，沒錯，這也是我們想要的，沒有錯。我真的很喜歡這種新舊交融的感覺，一邊是年輕一輩，一邊是阿公留下來的產業，連我們坐的這張桌子都是以前放驗光機的桌子。哦，這一看就是這種古董的感覺。對啊，新舊融合，這種融合感呢，也在丁方他準備的咖啡飲品當中。像我面前的這個檸檬咖啡，它也很有融合感。你看它的層次，它有咖啡。另外，它有檸檬之外，中間還有一個神奇的東西，叫做雪碧。這就是一個大人氣的東西，裡面住了一個童心未泯的小孩子。當我喝到咖啡的時候，我覺得啊，大人氣，咖啡的那種苦甘，再加上檸檬的滋味。可是因為加了雪碧之後，它的甜感會增加一些，而且它會勾起一點童年的回憶。那我這是手沖的冰咖啡。那是手沖冰咖啡。老實說，我算是咖啡的麻瓜。但我喝得出來，就是它那個有非常濃厚的咖啡味，然後它慢慢的喝進去之後，然後那個咖啡的香味慢慢從嘴巴喉嚨散發出來。對，非常香，很香醇。對，但是我觉得你要嘗嘗看你面前的這個甜品，哎。哦。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種東西。Affogato 是Affogato 在意大利文裡面是淹沒的意思。你要把熱咖啡倒到冰淇淋裡面。Affogato 也是很大人氣的甜品，但它裡面有點少女心。口感好多變哦。
一開始先吃到那種冰淇淋的香，然後又吃到了那種咖啡的香濃的感覺，然後最後口感吃到堅果的爽脆，然後最後再帶到那莓果的酸酸的感覺。而且我覺得吃 avocado 最讓人享受的地方就是它有衝突，可是又有融合。对，比如說咖啡是热的，冰淇淋是冰的，所以它冷热冲突一下又有融合。這就是跟我們這邊來咖啡很像啊，新舊在衝突融合。對，哦，所以我覺得來到這邊點 avocado 是跟整個環境很有 feel、很融合的，沒錯。我覺得這次來雲林土庫的旅行，我太喜歡了。對，整個可以感受到濃的雲林大縣田園風光，又可以感受到一些很傳統懷舊的產業跟農業，但在與此同時呢，你又感受到哇，好多活力在這邊跳躍哦，對不對？真的，而且這次的雲林土庫，我覺得真的像你說的，一點都不土，非常的酷。最土人是我哎，因為我們反正接觸到很多新的東西，對，我们在一些傳統產業注入一些新靈魂。我覺得非常有趣，好好玩哦。你也不土，你來這邊已經受到了熏陶，你知道這裡有什麼好玩的，所以你也很酷，我們都很酷。